这是一部让所有人看得荷尔蒙飙升的爽剧。这个女孩叫夏朵朵，由于她的粗心，竟然把同事锁在了冷库里。此时的她正骑着电驴在路上狂奔，这时她正好电话响起。正当她低头看手机时，突然前面一条狗冒了出来，女孩瞬间慌了神。由于来不及躲闪，与对面来的一辆摩托车直接撞上了。你干嘛呢？你开车还是冒油呢？你不长眼睛的，你看不快赶上投胎啊？你没看见刚有条狗吗？啊，有条狗你往我身上撞，我连条狗都不如吗？你说怎么办吧？我车现在发动不起来了。你对狗那么好，跟狗商量去。没想到女孩直接耍起了无赖，直接坐在了男人车上，叫他必须送自己一程，要不然直接让警察来处理。男人声称自己有理，叫警察也不怕。紧接着看到女孩这身穿着，便开始嘲讽起来：“你不会是搞行为艺术？”女孩眼见硬的行不通，便直接来软的。救人心切的她直接换了副嘴脸，并开始了撒娇卖萌。果然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。很快她就上了男人的车，这波操作像极了你们抢婚时的样子。两个人便一同上了明星超市的路。然而路上的两人也没闲。你贴我这么紧干嘛呀？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啊！我这人一向很纯洁的。谁稀罕你？这一路的狂飙竟然没有交警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明星超市，保安竟误以为男人是女孩的老公，八辈子也不娶她这型儿。我18辈子也不嫁你这号了。女孩也不想欠人情，便直接向保安借5块钱给他，就当是男人的摩的费。啊，可是找5块。干嘛？摩的费呀，找5块。你真把我当开摩的的了？原来这里真的有人命关天的事。身为冷库管理员的女孩，竟然把同事锁在冷库里面。可女孩明明已经把钥匙给了王姐，王姐为了逃避责任，竟拒不承认。本以为叫了开锁工就可以打开门，可意外却再次发生了。救人心切的店长竟然把钥匙弄断了。完了，我可不想坐牢啊！要不报案吧，让警察来处理。不准报警！男人见状起身飞跃，没想到帅不到2秒就弹了回来。不甘心的他又拿起灭火器，然后重重的砸了上去。冷库的门终于打开了，里面的人也得以解救。刚松了口气的夏朵朵，立马又被店长叫到办公室。你惨不忍睹，惨不忍睹！他也深知一个道理，应付领导最好的办法就是默不作声。领导随即又是一顿批评教育，要他时刻了解领导的意图，出现问题要积极解决，要想到领导的前面。卡尔都想到你领导的前头了，你领导还在这干嘛呢？二人瞬间都看傻了眼，愣了半天的店长才反应过来，这不就是刚砸门的小子吗？竟然在自己的地盘教育自己，随即便让他道歉并赔偿。我再帮你们行不行？有你这样的店长在这儿，怪不得业绩差成这样。不是，其实这件事情我也不对。你当然有对。说完瞪了一眼夏朵朵，然后便潇洒离去。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，这个男人正是集团公司的大少爷。在不久的将来，他们将一起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那老头衬衫，我也要珍藏一辈子了。干嘛呢你们？此时夏朵朵的男朋友刚好走了进来，看到这一幕气愤不已，本来满心内疚的打算过来道歉，此刻却变得理直气壮了起来，对着夏朵朵就是一顿兴师问罪。当他看到男人一眼便认出了他。他妈又是你啊！你们俩认识啊？咱俩拍结婚照那天，就是他把我眼睛打成这样子的，化成灰我的人。记得就好。今天免得我动手了，赶紧给我滚蛋！原来就在刚才，男人打算打车过去明星超市报道。师傅，去那人还没下你就上车，有没有礼貌啊？你这样就有礼貌啊？本小姐不下了，师傅接着走。男人也不惯着他，拿出一张100元大钞让师傅开车。老公，你倒是说句话呀你！我是你老公，你就看着他们欺负我是吧？赶紧下车，别跟这浪费时间。不下，我还有事儿呢。你喊什么喊呀你？你也是一大老爷们，大爷的！你怎么打人呢？不得不说，这个早上真是晦气。刚遇到个泼妇，回家骑辆摩托车过来，又碰到这个冤家。此时的夏朵朵也看出他是昨天和自己撞车的男人，顿时就来了脾气。又是你，你个开摩的的，你耍什么威风啊？我先警告你啊，下次你再这样违规停车，我拿2条酱油砸你！我是那个谁，我跟你有仇怎么着？男人懒得和他斗嘴，拿出200元让他不用找了。可夏朵朵却觉得他是在侮辱自己，让他把钱拿开，并向自己道歉。没见过你这么不讲道理的，懒得跟你说。哎，我这衣服怎么办？虽然看到眼前的男人就不好受，可衣服毕竟是自己弄脏的，于是便让他进去超市里面处理。那个谁，抓算术啊！1个小时之内给我把衣服洗干净、烘干。你到底是来干嘛的？
男人表示自己是来拯救这个超市的，说完便直接朝店长办公室走去了。一进去看到店长在打电话，便霸气地坐在了办公桌上面。敲门懂不懂？敲门你要答应懂不懂？此时的店长瞬间惊呆，这不是昨天砸门后训斥自己的小伙子吗？我不去找你，还自己送上门来了。男人则一直表示自己昨天是来帮忙的，你不懂感谢还要我来赔偿。男人名叫郑默，是集团公司的太子爷。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的实力，他特意隐瞒身份来到公司业绩最差的明星超市来做副店长。店长看完履历后，以为总部派的什么狠角色过来，原来竟是个涉世未深的小伙子。他完全没把郑默放在眼里。这时的夏朵朵刚好进来汇报工作，店长却直接安排他带去人力部办理入职。可是店长，那个你长耳朵没有？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一天天的，领导有你这样的吗？你这么对别人说话的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对别人？郑默一来看到人力部都没人上班，表示在岗部门的管理真是一个乱。夏朵朵则表示自己在人力部轮岗上过1个月班，专员外出的时候都是自己来办理入职。他请郑默积极配合工作，说着便把刚洗完的衣服扔给了他。郑默表示这还是第一次有女孩子给自己洗衣服，高兴的直接要当场换上，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幕。干嘛呢你们？对比老王，就是出给我老婆，你出让我老婆，就这样的货色都给我都不要。但我也你怎么能背着我做出这种事儿呢？太过分了！没错，好是过分。男友说完便气冲冲地走了，他总是仗着夏朵朵对他的爱和包容，肆意地消费着这段感情，留下夏朵朵一人承担所有。我在这里待多久，我说了算。你说了算。对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难不成 PMS 是你家开的？信不信现在我就叫你滚蛋？这还就是我们家开的。集团太子爷为了向家人证明自己的能力，他特意隐瞒身份，来到旗下业绩最差的明星店做副店长。他要用3个月的时间，让这家即将关店的超市起死回生。谁知刚上任就被郑店长处处打压，他可不想这个毛头小伙来顶替自己的位置。店长，你要是再不改变一下营销策略的话，我估计我们这个店过不了这个季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这个副店长你愿意干就干，不愿意干就给我滚蛋！我没工夫跟你瞎扯淡，散会。晨会结束后，郑默气冲冲地闯进店长办公室，质问他刚才为什么骂自己。店长则是让他认清自己的位置，说他只是个实习的副店长而已，还没资格来教自己做事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难不成 PMS 是你家开的？信不信现在我就叫你滚蛋？这还就是我们家开的。争吵中，郑默被气得差点暴露自己是集团太子爷的身份，好在反应及时，连忙说是自己亲戚开的。一听是亲戚，店长紧张的神情立马放松了下来，心想自己早就用过这招了，还想糊弄自己。是你表哥开的吧？这招老子早就用过了，想蒙我没门儿。是我表哥开的，有问题吗？这时的夏朵朵慌张地走了进来，说超市的冷库门坏了。店长听后对着夏朵朵又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责骂，看着平时在自己面前嚣张的女孩，此刻却被训得默不作声。郑默也忍不住上前一顿嘲讽：你在领导面前那么乖啊？冷库的门坏了，这就意味着里面几百斤的肉，这几天不处理掉肯定就会坏掉了。此时的店长表示门是郑默弄坏的，而且这几天讲的海外经验也非常好，所以这冷库的肉里应由他来负责，而且在3天内必须卖完。这在当时业绩不好的明星超市来说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就由你们2个一起来完成，完成了就立刻转正，完不成都给我走人。临走时还不忘嘲讽一句：这公司是郑默表哥家开的，让他不用太担心。你真有这表哥呀？真有这表哥也跟这事儿没关系啊。你就吹吧，你要是真有这么一表哥，你犯得着跑业绩倒数第1的明星店来吗？我知道你在这参观呢还是站台呢？你可别把我的话当玩笑，3天之内卖不完，有多远就走多远。郑默立马吩咐王姐来卖肉，店长一下就不乐意了，说这些肉只能是他和夏朵朵来卖。郑默便是自己堂堂一个副店长，不让自己做公司战略性的工作，却让自己在这边卖猪肉，不然这家店的业绩不差才怪。如果卖不完的话，我也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可自动走人的机会。那接下来他们2人能否完成这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呢？关注我下集继续。掉这些猪肉，在没有得到店长签字的情况下，拿来了一块广告牌。他决定搞一个大型的促销活动。很快这件事情便传到了店长耳朵里，因为促销打折活动，猪肉很快被抢购一空。店长看到这情况怎么能轻易让他们得逞？谁同意打折了？没有我的签字，谁要搞得这么大的促销力度？来，店长签字。郑默随即在兜里拿出了申请书，然后让店长签字。没想到店长拿过申请书后，当场就撕了个粉碎。你这就是在故意整我了啊！实话告诉你，我就是在为难你。怎么地？
不满意是吧？不满意可以立刻走人，我绝不阻拦。郑墨哪里受过这种气，转身头也不回的离开了，这可把夏朵朵急得不行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你走我怎么办？无奈之下的郑墨只能求助于哥们帮忙，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。赫曼一脸嫌弃，装着几百斤的猪肉直接扬长而去。店长见状也开始怀疑人生了。郑墨自己的岗位这边刚好保住，随即便又和自己未来老丈人打了起来。然而老爷子根本就不是对手。夏朵朵见状赶忙上前制止，老爷子一看有撑腰的来了，立马变得硬气了起来。朵朵赶忙询问老爷子怎么过来了，老爷子表示自己是来超市买背心。你买背心怎么跟人打起来了？那是我要和他吵的吧？啊，那是。老爷子立马气不打一处来，气冲冲的就要向郑墨逼近。然而郑墨也不是好惹的，直接举起马桶塞又准备战斗。好在被朵朵及时拦住，很快吵架的声音把店长招了过来。老爷子赶紧把所受的委屈娓娓道来。原来老爷子买了个背心，居然比隔壁的超市贵了1块3毛钱。于是他找到郑墨来退货退钱，可郑墨死活不同意。原来这背心老爷子是前天买的，而促销是今天才开始，所以根本没法退。朵朵也赶忙对父亲说起了悄悄话，没想到老爷子听后吓得直接瞪大了眼睛，然后赶忙灰溜溜的逃走了。店长见状也不禁一阵嘲讽：怎么样啊？这个一线的工作可比你那个洋学历要复杂多了吧？郑墨只是默不作声，心里却暗暗发誓一定要给他的教训，然后便帮朵朵一起整理起来，顺便问到他跟老头刚说的什么，让他听后害怕的直接逃跑。你没来超市以前呢，我们有个同事跟客人吵架的时候突然发言严重了，后来顾客赔了他3000块钱。那个同事啊，上个礼拜辞职了。我刚才跟老头说，你就是那个发病的同事，每次吵架15分钟话准犯病，一犯病就要索赔。老头听了哪敢惹你啊，赶紧走人了呗。啊，咒我呢？集团太子爷隐瞒身份到自家超市做副店长，却被嚣张跋扈的店长处处打压。本以为卖光了几百斤的猪肉，他和夏朵朵就能够顺利转正，可店长可没打算这么轻易放过他们。别着急嘛，还有300个猪蹄儿，卖完再说。什么？不是宝马都拉走了吗？你觉得那个小玩具车能装完吗？郑墨知道他是在故意搞事情，也懒得和他多说废话。为了尽快卖掉这些猪蹄，夏朵朵几乎动用了所有关系，挨个去联系他们，甚至连开面包店的老板也没放过，说他可以在面包里配搭个猪蹄，这让一旁的郑墨忍不住又是一顿嘲笑。说你白痴你还不信吗？说话过脑子啊！你见谁家是面包配猪蹄的？我就这么吃啊！怎么了？就知道你不灵。郑墨见夏朵朵寻求无果，只能使得自己再次出马，于是给好兄弟赫曼打去电话。哪料意外却发生了，刚接通电话手机就没电了，赫曼再次打过去也是关机。什么情况？然而当他起身的时候，却看到个美女。这个女的就是朵朵的闺蜜思思，她今天来这舞会的目的，就是结识这些高端的人群和富二代。身为花花公子的赫曼看到后，兴趣立马就提了起来。只是思思根本就不知道，眼前这个穿人自托的人，其实就是真正的富二代。他还根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。这时郑墨的电话再次打了过来，现在谁都别来烦我。赫曼是我，又怎么了？我这儿啊又有300个猪蹄需要你去处理。你这回无论如何得帮我啊！不是兄弟，你现在是不是把我当成绞肉机了？只要是肉都往我这儿发。晚上呀，我把钱打到你的卡里啊。这个猪蹄呢，我一个都不要，你爱送谁送谁，好不好？别说了，我现在要开车出去兜风。赫曼的见死不救，只能让朵朵再想办法了。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就在快下班的时候，一个开饭店的亲戚让他把猪蹄送过去。牛，厉害！我说了，你不用急了吧？我不急了，你接着急你的吧。你不是说你一个电话可以搞定吗？郑墨担心他半夜一人骑车不安全，便也跟了上去。还真是个乌鸦嘴，刚走到半路，朵朵的电驴没电了。你现在是转世了你！遇到你就没好事。好不容易到了店里，没想到这个不要脸的居然推销起了自己的那150个猪蹄。夏朵朵一脸的尴尬，怎么带了这么个人过来？朵朵，你说咱们俩要是今天晚上卖不完的话，明天4·4王会不会真开除我们？这兄弟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信用卡还了吗？还差多少？老板也是够意思，听到卖不完就要被开除，便直接表示明天亲自去超市买。夏朵朵一边感谢老板，一边推郑墨出去，生怕他再给自己丢人。推我干嘛？财神，还拯救者，小，要不我拯救你到底，我送你。能充电的，不懂了吧？虽然夏朵朵一再的推脱，但还是不放心的跟了上去。快到家时，夏朵朵看到男友一个人在路边买醉，便连忙下车扶男友起来。
可男人却觉得愧对于他，自己几年没挣到钱，还害得女友借钱来还账。他痛恨那些有钱人不懂艺术，看不懂自己写的剧本。此时的郑默看到后立马跑过去，你他妈是男人吗？好像女人把信用卡套现给你钱用，你劈腿的事别以为我找不着证据。你给我等着啊，等着，孙子！接下来郑默又该如何揭穿他呢？我们下集继续。又出尔反尔。店长还理直气壮了起来，说如果不服可以向上级反映。这事就到此为止。气得郑默直接拍桌子，然后转身出门。郑默的好兄弟为了帮助他追到朵朵，直接跟踪偷拍朵朵男友的照片。第二天，郑默得知夏朵朵请假，赶忙询问店长有什么事。店长告知他好像和男友拍婚纱照去，于是直接冲出门去。你是不是在拍婚纱照？你不许拍！我说实习店长，这是我的私事儿，跟你没关系吧？你拍婚纱照怎么能不告诉我一声呢？公司没有规定说员工要把私生活报告上级吧？你不许跟他结婚！谢谢你啊！夏朵朵不许挂电话，你要不想电话被打爆，你就赶紧告诉我地址。郑默得知婚纱店地址后，立马以120码的速度开了过去，这可把夏朵朵整得一脸懵。本来开心的日子又来个郑默凑热闹。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怎么能不来？你怎么又迟到？气得郑默当场就把照片拿了出来，然后一张张的摆在了桌上。心虚的工程看到照片后，质问郑默凭什么跟踪自己。郑默却说他最看不惯被女人包养的人。紧接着夏朵朵也看到了照片，脸色也是十分生气，气冲冲的问郑默怎样才可以消失。他劈腿，我在救你。老婆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亲爱的，闭上眼睛。郑默高兴地闭上了眼睛，没想到朵朵来了个转身，朝着自己男友说闭上眼睛。工程还以为朵朵原谅了他，开心地闭起双眼，张开怀抱，仗着朵朵对他的爱。他以为无论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只要说几句好听的就可以得到原谅。哪料朵朵后退了6步。混蛋！我最有人骗我了！紧接着就是工程的高光辩解时刻。这么多年来，要不是你，我流浪都没有负担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对我越好，我压力就越大。这段维持了5年的感情也在此刻宣告结束。曾经拥有过也是好的，自我安慰着。我知道有些人爱不得，却又恨不得。刻骨铭心过也值得。次日超市里，郑默知道朵朵还在为昨天分手的事情而伤心难过，于是便给她安排个轻松贴标签的工作，并趁机为自己昨天的草率道歉。你是不是以为你是领导，就可以在工作时间不问属下私生活？就在此时，朵朵收到工程发来的短信，上面的内容再次触动了她，而心不在焉的她也是把标签胡乱的一贴。赵老总，你是等着工作的，在这么关键的时候给我捅这么大的娄子！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用你所有的积蓄用来赔款吧？啊！这你啊！对，哎，郑默上去3下5除2就全部解决，4个壮汉全部被放倒，几人也自知不是这小子的对手，识趣的便讲起了理，说这事要么就报警来解决。自知理亏的老爷子赶紧制止，原来是老爷子经常乱拿别人纸箱，这次刚好被逮了个现行。郑默得知缘由后，再也没有了刚才的嚣张气焰，诚恳地向各位道歉。对方见他也不是什么善茬，自己也没受什么伤，于是拿着纸箱就离开了。爸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人家丢掉的东西不要往回搬，这才能卖几个钱呀！真是不打不相识，原来上次在超市打架的人就是自己未来老丈人。还好上次只用了3成功力。老爷子见郑默一表人才，身材还不赖，便想着拉小伙上去喝茶。一心想追求朵朵的郑默自然不会拒绝。你就在这儿长大呀？怎么着？看不上啊？哦，不是。这是郑默第一次走进朵朵长大的地方。从小养尊处优的他真的很难想象，这个乐观积极向上的女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。这也更加激发了郑默对朵朵的保护欲。这天，朵朵和闺蜜在收银台闲聊，刚好聊到店长的名字。店长听到后又是一顿训斥，哪料下一秒他直接就怂了。逼脸！原来店长假装公司老总去接近朵朵的闺蜜思思，今天竟然在这碰上了。刚才有多威武，现在就有多卑微。思思，我愿意像杰克那样，为了你征服世界，变成富一代。第二天，夏朵朵在大卖场的名单上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，这可是很多人挤破头都进不去的。没想到上天终于眷顾了她一次，可她不知道的是，这个名额可是郑默在背后的帮助。为了参加大卖场开业的庆典，夏朵朵让闺蜜帮忙选一条适合的裙子。闺蜜表示这种场合就得穿好点，不能让人瞧不起。
于是帮他挑了条4位数的裙子。2000块钱，我不过了。说你傻了，看看这儿，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的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只要你标签不掉，衣服没有损坏，还是可以退的。开业当天，朵朵的装扮格外亮眼。郑墨看到后立马上去夸赞起来：“丑小鸭今天都成白天鹅了，这个自大狂真是夸人都不会夸。”朵朵也懒得理他。哎，别动！你这衣服吊牌不摘就穿出去。你怎么了，一惊一乍？真多事儿！惨了惨了惨了！次日，二人去退还衣服，本打算蒙混过关，谁料一眼就被店员识破了，并嘲讽他们买不起就别装，省得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我买。就是2000块嘛，犯得着狗眼看人低嘛。换标签是我们错了，那你这个嫌贫爱富的势利眼就比我们强吗？这衣服我买了。郑墨认为衣服标签他扯的，就理应自己来负责，就让送店员的开业礼物了。而夏朵朵却希望自己能希望涨工资。滚着吧！古奇店一定会成为标杆，你们的工资也一定会成为标杆。那还有多久呀？夏朵朵，你听好了，你将见证其。好说好说，1000块。什么情况？注意看，就在刚才，男子因为压力大，竟然在超市捏起干脆面，没成想刚好被朵朵给带住。男人一看事情败露，赶忙撒腿就跑，朵朵则在后面一段猛追。就是他！你赶紧打电话报警！跑到外面的男人更加放开了。朵朵也不甘示弱，在后面穷追不舍。郑墨也是有点体力不支了，不料下一秒一不留神直接撞到了树上。另一边的朵朵还在拼命追赶，追到个小巷子后，小伙子实在跑不动了。就几张方便面，你至于的吗？就至于！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啊你！很快保安也赶了过来，男人见状直接挟持了朵朵，保安赶忙让他冷静下。不料这时的郑墨也赶了过来。什么情况？自从撞到树上后，这个太子爷整天对着天花板傻笑，看得朵朵都瘆得慌。傻笑什么你？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撞哪儿了吧？你可以撞成这样。太子爷这一世英名绝不能毁在这树上，所以这是烂在肚子里，还能算是英雄救美。朵朵见状也没再继续追问了，为了感谢郑墨，特意给他炖了大补汤。这就算是感谢我的英雄救美啊！英雄救美，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英雄救美，英雄先倒下的啊！你别忘了，是我把你抬到医院来的。郑墨根本不听，声称自己受伤就是为了他，休想一碗汤打了。紧接着就是影帝般的表演，让朵朵喂他喝。朵朵见其痛苦的模样，也只能照做了。可心地善良的他还在担心别人会不会因为这事被开除。开除就开除，开除最好，要不然那小子我头也不会撞成这样。看来这一惊一乍的家伙，脑子可能真的被撞傻了。郑墨看着夏朵朵又是煲汤又是来照顾他，会不会真的对自己有好感？于是厚着脸皮说不介意朵朵做他女朋友。你不介意啊？我介意。还什么国际来信？和他！夏朵朵这一口气说了他1万多条缺点，把郑墨说的一无是处。郑墨被气得当场就坐了起来。他可是无数少女的偶像，很多人追着都排队呢。郑墨的好友此时也过来看他了。终于有人来照顾这个自大狂，夏朵朵赶忙趁机开溜。他前脚刚走，郑墨就开始请教这个情场高手，让他传授几招来追夏朵朵。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个命，钱没用，自残更没用。他以前那什么男朋友不是一假编剧吗？他喜欢的是浪漫、温柔。于是到了晚上，这太子爷还真用上好友传授的招数，在朵朵的楼下唱起了情歌。夏朵朵赶忙下楼让他别唱了，这么难听还唱这么大声，调都跑到河南了。他说是不是特感动、特幸福、特浪漫？那倒没有，就是觉得特难听、特刺耳、特崩溃。等会儿还有一首，你听听这首英文的。Love me tender, love me sweet, never alone。就这样，第一次告白以失败告终。注意看，这个富二代太狠了。就在昨天告白失利后，郑墨再次找到好哥们赫曼来取经。赫曼则告诉他一个重磅炸弹，就是大打亲情牌。想要搞定朵朵，就必须先把老丈人搞定。那个，借我用去。这个不行。我跟你说，你别看他没牌子，这可是特供，比有牌子的贵多了。那更好了。转身提着东西就来到老丈人家里，一进家里看到老爷子在吃泡面。老爷子看眼前这郑墨也是越看越顺眼了，还问他要不要尝尝这进口的红烧牛肉面。看到这些特供的酒也觉得不值几个钱，还让他以后买有品牌的有包装的。
其实老爷子也明白小伙心意，便直接表示朵朵不在家，而郑墨却还在狡辩自己不是看朵朵的。小伙子呀，做人还是直接点好啊！你不是就想让我这个老头子帮着你追求我们家朵朵吗？对不对？哎呦，您太聪明了，太厉害了！你别不好意思的，长得不错，功夫又好，还知道来看我。这边的朵朵还在跟闺蜜讨论如何让郑墨别再纠缠自己，闺蜜则表示让朵朵请她吃一次饭，义正言辞的把话给说清楚。朵朵也觉得可行，于是第二天，郑墨早早的在最好的饭店等着了，而且点了满满一桌的菜，把朵朵直接看傻眼了，心好像在滴血，哪里还顾得上谈事情？好，很好，够狠，吃饱了再说。这是他第一次上这么贵的饭店吃饭，待会还要他来买单，当然得吃回点本回来。郑墨则在一旁乐开心的看着他表演，本以为朵朵请他吃饭就是接受了他，然而一顿饱餐过后，等来的却是一顿打击。朵朵表示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，而且自己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今天的这顿饭就是散伙饭，请郑墨以后不要再来纠缠自己。说完之后，朵朵大手一挥，叫服务员过来买单。等他接过单子后，再也没有了刚才的潇洒。郑墨也被他的反应再次逗笑。朵朵心疼的拿出银行卡。过了一会，服务员进来把卡还给他，并恭喜他成为本月的第88位幸运客户。根据店里的活动规则，这顿饭全免。运气怎么这么好啊？哎呀，刚才我就顶捞猪龙虾的嘛。也只有朵朵这样的大傻妞才会相信。临走时还不忘叫服务员打包，自己的计划全部泡汤，不用想都知道是赫曼在搞鬼。就他妈你多事儿，你弄个什么幸运88号？你把人家单买了，你让他把卡刷爆，我不是机会来了吗？注意看，这个富二代太厉害了，为了能快速追到夏朵朵，这次更是动用了老丈人的关系。两人先是撒谎把朵朵骗回来，紧接着郑墨便在门口布置浪漫的惊喜。老爷子看后都不禁感叹道：年轻真好啊！郑墨在地上摆上了一圈心形的蜡烛，他表示这次一定得把朵朵拿下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郑墨感觉这么浪漫的夜晚怎么能少了红酒和鲜花呢？于是跟老爷子分头去买。不料两人刚走就发生了意外，天突然刮起了风，风一吹直接把垃圾吹在了蜡烛上，很快垃圾就点燃了，然后又顺势吹了回去。就在这时，朵朵也骑车赶了回来，看到已经着火了，便立马把车丢在一旁救火。爸，你这又是哪出啊你？着火了，不行！此时郑墨也赶了回来，看到着火后的他不顾一切的冲进屋里，灭掉火后，郑墨给朵朵一个信封，他打开里面一看，全是优惠群。你就是为了这个冲进火里的？你不喜欢啊？我这可是花了好长时间才搜集到的。你有病啊！你要是受伤了，今天要花多少钱？你算过没有？这才值几个钱啊！看到郑墨一脸委屈，他才意识到刚才说话的语气太重了，于是赶忙试图解释。不高兴啦，我说错了，好不好？郑墨哪能真生气，于是赶忙坐过去，趁机握着朵朵的手说：是你爸跟我说，你从小到大最喜欢搜集这些优惠券，我这不是想让你开心吗？傻瓜，这才叫红红火火呀！老爷子知道刚才进来有些唐突，于是放下东西赶忙又跑出去。郑墨也没想到今天的惊喜会变成惊吓，更没想到会因祸得福。此时的房间里充满了暧昧，眼看时机已经成熟，没想到朵朵的前男友又不合时宜的打来电话。原来工程出去喝酒喝醉了没钱结账，他让朵朵过来救场。看到朵朵后，他直接叫着老婆，还准备趁机耍点酒疯，却直接被郑墨推开了。他表示既然分手了就别来纠缠朵朵。你不是分手时候挺爷们儿的吗？朵朵要结账，郑墨直接拦住了，表示不能替他买单，于是去翻工程的包，没想到里面什么都没有。看着朵朵钱包里面仅剩的几百块钱，郑墨便直接掏钱结账。走出 KTV 后，直接让他们打车回去。好好的一场约会却被他扫了兴。郑墨好兄弟赫曼为了帮助他，竟然假装香港制片人，约来了工程谈合作，表示自己这次回大陆就是希望寻找一些优秀的制片人来加入。工程以为看到了伯乐，还好像看到了10年后的自己。我跟你说，马克先生，这不仅仅是你的理想，也是我的理想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就想找到我的伯乐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能拍出最有质感、保证能拿奖的片子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龚先生，这样，我现在就给你一笔启动资金，马上就立刻，没问题，现在走都可以。这样的表白现场你们有见过吗？郑墨一脸正经地对着夏朵朵说：“做自己女朋友吧。”而夏朵朵却故意装作没听见。
于是又大声重说了一句，引得现场所有人都投来了目光，随即便把所有桌子上的鲜花收集起来。不得不说，这家伙属实有些草率。然后他又快速地跑到桌上单膝下跪，答应我，做我女朋友吧。我知道我老给你惹麻烦，但我都不是有意的。你不开心的时候，我也会不开心；你开心的时候，我比你还开心。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决定过我的心情。我希望看到你天天开心，天天看到你笑。现场的众人也帮忙一起加油。此时的夏朵朵确实被眼前这疯子吓得不轻，小激动了一会，便开始露出了久违的微笑，然后欣然收下了这几束难求的玫瑰花。没想到这时的前男友宫城又不识趣的发来了短信，朵朵再次想到了过去，为了不让郑墨失望，便提议喝点酒。没想到朵朵每次醉酒就开始找妈妈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妈，我好想你哦！谁是你妈呀？你去哪里了？喂，神经病，打错了。看朵朵喝多了，赶紧叫来朵朵闺蜜一起送她回去。你这车就是一个花架子，关键时候还真不顶用。原来朵朵从小就被妈妈抛弃，自己出国去了。此时的思思刚送完朵朵准备回去，店长便打算亲自用自行车送她。思思则表示自己800年没坐过自行车，都忘记什么感觉了。店长强调现在骑车比开车时尚还环保，而且都是车，没啥区别的。这时的赫曼也下来了，没想到思思最后还是选择了宁愿坐在自行车上笑，也不愿坐在宝马上哭。没想到刚走一会，店长一不留神直接摔倒了。哎，现在我太久没带人了，你没事吧？每次给你机会，你都让我失望。最终还是选择坐上了宝马。第二天，宫城准备离开这城市了，找到朵朵来告别。朵朵还在担心他会不会被骗，因为他写的这些剧只有自己会欣赏，一直以来都得不到认可，怎么会有人亲自找上门？宫城则表示别人就是欣赏他的朝气，而且投资方还比较有钱，还给朵朵看了照片。我怎么觉得这个照片那么眼熟呢？不可能，这跑车怎么样？特棒吧？朵朵直接气冲冲地找到郑墨，质问他为什么要把宫城骗到乡村体验生活，利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真是太过分了。店长便觉得这里面的郑墨肯定是误会，便想着找赫曼当场去对质。我那天那个人戴个近视镜，还留了一撇小胡子。哎呦，还化妆，处心积虑呀你！没错，就是他，我认得这块表。那天那个人也戴着跟这一模一样的表。郑墨，我这么多手为了你，你来打我！注意看，这个昔日机灵古怪的小萝莉，如今摇身一变成了霸气十足的高冷女神。原来明天是朵朵上任主管的第一天，所以要准备一套像样的行头。就在她还沉浸在享受喜悦的时候，这时门铃突然响了。她打开门一看，竟然是郑墨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不欢迎啊？你找我干嘛？哦，我把贿赂领导的礼物给你送了。郑墨赶忙表明自己的来意，拿出自己专门挑选的衣服。好歹也是我半个领导了呀，我得先贿赂贿赂你，免得你到时候穿我小鞋，是不是？给，拿了。等到了第二天，当郑墨看到朵朵穿着自己买的衣服，立马忍不住的笑。我跟他说了，我是按明星王子文的那个身材给你挑的，不好意思。算了，我穿了，你满意了吧？我高兴。朵朵立马向郑墨吐槽，就因为自己今天穿的这衣服不合身，刚刚就被领导痛批了一顿。郑墨听后赶忙上前安慰。到了晚上，郑墨给朵朵发去短信，让她到阳台上来，有大大的礼物。朵朵来到阳台，竟然发现郑墨出现在对面的楼里。原来郑墨嫌弃之前的房租太贵，于是搬到了跟朵朵同一个小区。吓死我了，讨厌！你怎么会在我对面楼里呀？惊喜吧？惊吓差不多。当他得知朵朵的闺蜜思思已经搬走，便立马提出可以搬过来一起合租，还能分担房租。我涨工资了，好不好？我才不跟男的合租呢，特别是那种眼睛长到头顶，什么都看不上的男。郑墨也早就清楚朵朵不会同意，所以提前在对面的楼里租好了房。你不是有礼物吗？闭上你的眼睛。朵朵慢慢的闭上了眼睛，郑墨便凑过去准备亲一口，可最终郑墨还是下不了嘴，于是便换了一种方式。当朵朵睁开眼睛，看到郑墨准备的礼物竟然是他自己，忍不住的笑了。又帅又有型，有理有面儿，任你欺负。第二天，董事长夫人得知自己儿子在公司受到了不公平待遇，
便直接从国外总部飞了回来。看到郑墨紧张的神情，母亲断定他肯定是金屋藏娇了，于是四处寻找。可是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人。其实郑墨今天约好了朵朵过来做饭，眼看人就要到了，偏偏这个时候母亲从天而降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为了不让自己的身份暴露，郑墨赶忙拉起母亲去卫生间躲起来。难道你老妈很见不得人吗？谁让您穿那么奢侈，我怎么跟别人解释？我给你的厨房开光，锅碗瓢盆应该觉得非常干净。夏朵朵转了一圈，发现他家什么都没有。郑墨连忙表示出去外面吃。你这么不好好照顾自己，你父母知道会心疼的。我妈才不会心疼我呢。对了，你父母知道你住这儿吗？怎么很少听你说起他们？他们普通人呗，也没什么好说的。你父母也不容易，把你送出国读书。你看你现在这样。就这样，婆婆第一次见儿媳，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。老婆，这个女人正要回家取东西，却被一个衣衫褴劾的男人叫住。女人一回头，发现是自己的前男友，一时间四目相对，很是尴尬。有吃的吗？我很饿。原来这个大编剧还是一事无成，整天抱怨着别人不懂艺术。这次回来也是为了逃难，还不想让赫曼知道他的行踪。一顿狼吞虎咽之后，我最主要还是伟大的作品，是反映留守儿童层次的原因，有经济的，有家庭的，有社会的，有人生观，有爱情观，有婚姻观。朵朵看了眼时间，就要赶去上班。他告诉工程，如果没地方去，可以先这里待着。眼看朵朵要走，工程直接一把拉住，然后直接跪在他面前。他以为还和之前一样，只要自己说几句好听的就可以得到原谅。可女人一旦放下了，就真的不会再爱。此时的朵朵只会非常反感，挣脱后便想着逃跑。姑娘，这不下车是不是打算住在我这车上啊？一路上朵朵还是沉浸在刚才发生的事情，甚至到了公司都忘记下车了。可到了公司，朵朵的手机却忘记在家了。可上班不带手机怎么行？于是郑墨便跑回他家里帮忙拿手机。他知道朵朵的钥匙一般都放在门口，可当他拿完手机，却发现正在熟睡的工程。下班回家，郑墨觉得朵朵今天一天都心不在焉，于是便问他是不是有事要说。朵朵却说是同事小丽的事情。郑墨也没有再继续追问了。可这怎么能逃过郑墨的眼睛？到家后，郑墨想约着一起吃饭的，可朵朵却说今天心情不好，不想吃，今天想早点休息。此时的朵朵早就把工程在家的事忘了。正当朵朵要拿起手机打电话时，你回来了。吃晚饭时，工程再次提出想要复合，可朵朵却表示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，更何况他现在心里已经有了别人。三个没长大的小孩，自以为是还很冲动。我以前觉得他追我就是为了好玩，可是经历那么久，我伤了他那么多次，你看他现在早就把我当成最铁的哥们儿了。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只要想到他，心里就会有说不完的话和开心。一直守在门口的郑墨半天没听到动静，刚想敲门时却听到开门声，吓得他赶忙躲了起来。工程也算是识趣，知道朵朵心里有了别人，他也就没再继续纠缠了。朵朵，我们最后能再拥抱一下吗？王八蛋！郑墨，你还信他说的话？他害你还不够惨吗？原来朵朵说的男友就是这小子，工程也只能自认倒霉，见打不过赶紧溜了。你帮我抱紧点！我不干！俩老爷们抱一块多恶心啊！你要嫌恶心，你自己打的去，非要我凑一块干嘛？打车得花钱，坐你摩托不花钱。抱！不会吧？集团太子爷为了证明自己实力，制定了一个电商计划，然后拿到公司高层上报，却被报复性的痛批啥也不是。为了让总部高层看到他们的计划书，三人决定干一件震惊集团的大事。明天的董事会结束后，郑墨和老王冲进会场介绍他们的计划，朵朵负责拖住耿子航，别让他参与。这次行动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，否则越级上报将会直接开除走人。次日一早，二人便信心满满的来到公司，为了给郑墨加油打气，朵朵还献上了自己82年的初吻。谁知这边董事会会议结束了，这两个老六竟然也都睡着了，这分明就是过来补觉的。会上来了吧？二人顿时乱作一团，他们看到已经走了2位董事，还有最后1位还没出去，于是撒腿便去追。好在还有夏朵朵在内部帮忙，为了拖延时间，他故意拿了份资料让耿子航签字，还好郑墨也跑得及时，便直接拿出自己的计划书递上去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你这份计划书很多地方写得太肤浅，而且也没有相关的市场调查资料。
我希望你多花点时间，别那么草率。是吗？我看看。谁知董事长夫人看到后却赞不绝口，她表示总部也有这计划，既然他们华东区有这么好的方案，那就在华东区成立个电子商务部做试点。看到董事长夫人这么认可，耿子航只能表示自己将大力支持。电子商务部从明天开始正式成立，他郑墨将是这个崭新部门的第一任部。激动的夏朵朵便想着第一时间跟郑墨分享这喜悦。看到商务部的电子批文下来了，郑墨也如愿成为了第一任部长。这么久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。终于大功告成了！我王守谦一手策划的电子商务部，马上就要成立。几人就想着喝酒庆祝下，可没一会的功夫，王守谦就掉链子。临走时，郑墨还不忘再要一个82年的初吻，可朵朵害羞的看了看身边的王守谦，郑墨秒懂他的意思，直接把这个累赘丢在了一旁。是我多麼的想他，但我偏偏只得望贈他这个脑子里不知道想什么。回头，回去听讲。郑墨，你智商太低罪名已经成立，现判决如下：当场枪决。原来女孩是郑墨在英国读书时的同学，名叫桑可柔，看起来还是那副男人的潇洒气。郑墨还在笑话她，怪不得单身。问你呢，为什么回国？逃难。逃什么呢？哎，别提了，家里点破事儿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有人敲门，桑可柔赶忙跑去开门。夏朵朵看到郑墨竟然金屋藏娇，她一脸惊讶。郑墨可不想让她误会，赶紧上前把她拉进屋里介绍起来。他告诉朵朵，桑可柔是自己在乡下读书的老同学，这次过来就是为了找工作。夏朵朵也友好的介绍起来，我叫夏朵朵，长得也漂亮，难怪。难怪什么？郑墨怕她把自己富二代身份暴露，赶忙打断了她。朵朵以为她真是乡下过来的打工妹，赶忙叫她来跟自己住。桑可柔看到郑墨这吃人的眼神，也赶紧说自己已经订好了酒店，不再打扰他们二人世界。说完就提包出去了。你说大半夜的一个女孩跑你男人家里，你不担心啊？你要是敢用什么，我打断你的腿。第二天，郑墨赶紧打电话给自己母亲，询问自己申请的补助怎么还没下来。母亲也表示很疑惑，说总部根本就没收到什么申请资料，说这个申请必须先到总裁办公室，再交到财政那边的，光开会审核就得好几天。可郑墨这边正等着资金启动呢，于是气冲冲地跑到区长办公室理论。郑墨，你怎么那么冲动？你现在到这一步，我怎么帮你？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个项目资金没到位，就是区长这边的资料故意没有提交。他就是想看着郑墨的电子商务垮掉，没有总部的支持，1天之内要筹到几千万的资金，根本就是非常恐怖的事情。这边桑可柔来公司找郑墨，无意间听到员工在议论部门出了大事，还是赶紧收拾收拾，各奔前程吧。你找谁啊？你们政府的电子商务部出什么麻烦了？你谁呀？不说拉倒。郑墨办公室那屋吧，我自己进去了。哎，部长办公室不能随便进啊！被洒了一身咖啡的王守宪赶紧跑去办公室换衣服，还顺带把窗帘都拉了下来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桑可柔也在办公室。当他脱得只剩一块布时，坐在椅子上的桑可柔转过身来：“你什么人？什么名？王守谦。怎么你问我呀？你谁呀？你怎么坐这儿啊？”桑可柔不急不慢地走到王守谦面前，说他如果现在乱动，自己就大喊非礼，吓得王守谦也是出了一身冷汗。桑可柔让他只管回答问题就行。昨天来你办公室那女的是谁呀？什么女？就昨天坐你椅子上，然后脑子有点毛病那个。王守谦。看到桑可柔后，王守谦赶紧把话咽下去。现在看到这女的就害怕，于是便找个借口出去了。其实桑可柔今天过来是有正事要谈，她知道郑墨的公司出了问题，自己可以帮他度过这难关，而且钱还是实时到账。郑墨以为他是在开玩笑，几千万的事情你怎么可能搞定？我爸妈你也知道，这笔钱对于我们家来说并不大。不过事情可没这么简单，桑可柔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郑墨也要救自己。什么听我说，什么听我说，郑总现在有点事情，他马上就出来。扯淡，什么有事呀？我告诉你，我早就知道了，电子商务部的资金链已经断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郑国金的款要不开文付，我告他去。集团太子爷为了证明自己能力，创建了一个电子商务部，可是资金突然就断裂了。在老同学桑可柔的威逼利诱之下，郑墨只好答应了桑可柔提出的条件。这天，桑可柔的父母回国了。
提出要见这个未来女婿。为了不让朵朵起怀疑，郑默便跟朵朵说自己出去见客户。这时意外却发生了，郑默因为出门太着急，把自己的手机落在了办公桌上。朵朵见状赶忙上去追，可还是晚了一步，于是他也拦了车追上去。可当朵朵赶到后，直接惊呆了。郑默和桑可柔两人甜蜜地走进了酒店，于是他也跟了进去。看到他们进去一个包房里，朵朵本想进去问个清楚，可房间里传来的声音却让她难以置信。小郑可是咱们家未来的女婿，你说话客气点。没想到他们二人的关系竟然到了约定婚期的地步，这一切让门外的朵朵实在无法接受。郑默的公司货物出现了问题，很多商户直接找上了门。郑默也很快到了公司，可没想到朵朵直接冲上来兴师问罪。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我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哎呀，这个时候你先别问。到底什么事儿？公事儿，我出去约了个客户见面。客户还要把女儿嫁给你是吗？你跟桑可柔什么时候开始？郑默表示这些只是个误会，等自己处理完这些事情跟她解释清楚。然而到了晚上，闺蜜又告诉了她一个偷听来的秘密。郑默是 PMS 集团的太子爷，整个 PMS 集团都是他们家的。这让夏朵朵彻底失望了，原来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，每天活在这个男人的谎言之中。思思告诉她不要再相信男人的鬼话，桑可柔肯定不是超有钱的乡下人，他们才是真正的男女朋友。听到这里，夏朵朵直接崩溃了。为了跟夏朵朵解释昨天的事情，郑默直接在朵朵家门口睡了一晚。朵朵其实昨晚已经知道了他太子爷身份，随即问他为什么要骗自己这么久。你跟桑可柔假扮情侣的事儿，你父母应该知道吧？他们在乡下当然不知道。你是 PMS 太子爷，你父母应该在英国总部才对吧？到了公司，朵朵直接来到郑默办公室，他没有给郑默狡辩的机会，直接通知了他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就是要和他分手，第二件事便是要辞职。我不许你跟我分手，我也不许你辞职。郑先生，就算你身份再高贵，也不能决定一切。再见。随后，朵朵就去了父亲家里，她向父亲抱怨郑默一直在欺骗她，明明是 PMS 的太子爷，却一直骗自己是个乡下普通人。好事儿啊！那你就是太子妃了啊！什么时候他一登基，你不就成皇后了吗？此时老爷子的心早已站在未来女婿这边，他让朵朵不要那么不懂事，不管他有没有钱对你好就行，有个懂事的老丈人是有多重要。他随即看到自己的手机在桌子上，于是假装去洗水果，去厨房拨通了郑默的电话。他能力一般，学历又不高，智商偏低，长得还难看。那你为什么要选他呢？没办法呀，我就是喜欢他，是吧？首先，太别话。就在刚才，桑可柔的父母知道郑默是个临时男友后，很是生气。桑可柔只能退而求其次，让王守先再次假扮自己男朋友。王守先哪里见过这么有钱的人，生怕待会演砸了。呀，没事儿了，你只要不演砸了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那要演砸了呢？也没什么大事。反正他也没带那些保镖过来，也就是责任。去，王守先！桑可柔威胁道：“如果要保住电子商务部，就立马照做。”无奈的王守先为了保住自己这个副部长的位置，只能任由其摆布了。见到父母后，桑可柔解释说，其实这个才是自己男朋友，因为他能力一般，学历一般，长得还丑，怕他们不同意才没好带来见面的。太别话，能骗一次就能骗第二次，你怎么能证明这个王守先真的是你男朋友？爸爸，你们应该知道，虽然我一直在国外念书，但其实我还是很保守的。这边的夏朵朵还在为集团太子隐瞒身份的事情感到生气，尽管郑默一直的道歉，然而朵朵根本不为所动。家境不同，社交圈不同，爱好不同，生活环境也不同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共同点。郑默并没有放弃，势必要拿下夏朵朵。就在两人争吵时，思思在外面走了进来，郑默立刻安排朵朵给思思来杯咖啡，从她的表情就看得出很不情愿，但在思思面前又不能不给情面。朵朵看着有说有笑的两人，心里不知道骂了多少遍，哪料下一秒，还记得我们昨天晚上喝的红酒吗？原来思思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郑默，她拿到了一家红酒的独家代理，
可以帮助他在电子商务网站上销售。而思思也是得知太子爷的身份后，想要当上太子妃。思思把创意讲完后，郑默便爽快地答应了。朵朵一听更是生气。等到思思离开后，昨天你们俩喝酒去了是吧？啊，路上遇见了就随便聊聊。你在路上随便遇到一个人都可以喝酒聊天的是吗？你不也一样？昨天你跟耿子航一起走的，这两回事儿。你吃醋了。为了能顺利谈成合作，思思跟郑默来到了红酒公司。郑默没想到的是，谈合作的第一要素就是会喝酒，而他压根就不会。思思为了得到郑默青睐，自己便帮忙喝了几杯白酒下肚后，郑默便扶着他去了酒店。谁知思思根本就没有醉，而是想趁机上位。郑默，我今天是不是给你丢人了？没有啊，要不是你，我就死定了。郑默想到做错事可能会被追着砍时，当即便笑了出来，于是便起身回自己的房间了。这时朵朵也担心郑默会喝醉，犹豫再三，还是打去了电话。可郑默的电话却忘在了思思的房间。喂，思思，怎么是你接的电话呀？郑默呢？太累了，已经睡了，找他有事儿，要不要帮你叫他？注意看，这绝对是富二代的高光时刻。就在昨天思思想上位没能成功，今天又跑来找郑默了。朵朵见状也一改往日的冷漠，满脸微笑的给郑默端来了咖啡。要咖啡？谢谢。看着朵朵这不屑的眼神，就知道两人的战斗才刚刚开始。这几天累坏了吧？我托人带了风斗，提高免疫力，冲水喝。不用。说完便又装回了思思的袋子里，这可把郑默直接看懵了。然而思思却还在继续表演。也行，回头我买点水果。他喜欢吃什么你不知道，我都已经买好了。是吗？朵朵这逆天的操作，郑默着实看不懂。你以为思思就这样认输了吗？紧接着思思又拿出了上好的普洱，结果又被朵朵给拒绝回去。朵朵表示郑默不喜欢喝茶，只喝咖啡，何况这些生普洱瓜油，郑默肠胃不好。说着又直接给思思塞了回去。面对朵朵接二连三的拒绝，而郑默的态度却是他做什么？气得思思直接拿着东西走了。这一战朵朵无疑是大获全胜。到了晚上，思思跟郑默来到厂库清点货物，朵朵当然不能缺席。当郑默看到朵朵爬这么高时，下来，危险呢！我在数这边的。我来，你下来。哎呀，你别催，本来没事，被你这么一叫，我反倒紧张了。快下来！郑默赶忙叫他别动，自己上去扶他下来。这边的思思也不甘示弱，站上来我才发现，原来我有恐高，脚都软了。一时的郑默瞬间不知所措。思思还在尽力表演，可郑默还是一心要先救下朵朵，最终成功把朵朵先救了下来。而思思依旧还在卖力表演着。我上去把他扶下来。不用，你还是休息一下吧，让郑默来就好了。朵朵知道思思分明就是在演戏，于是爬上去直接拆穿他。还要不要帮你扶下去啊？管得还挺严。朵朵表示思思可能太累了，想顺势把她给支开，没想到思思却说是神经性恐高，自己突然就好了。随后两人就开始大吵起来，不料下一秒，一个货物直接从上面掉了下来，直接砸在了郑默的头上。好在货物不重，并无大碍。思思眼看机会来了，立即要表现自己。要不这样，晚上我到你家去吧。干嘛？照顾着点啊，万一有什么事也好招呼着呀。郑默见状赶忙制止，这才平息了二人的争斗。第二天，郑默又在为红酒的促销活动张罗着。思思为了再次表现自己，直接外套一脱吸引顾客。朵朵见状立马就不服气了，她也直接脱衣加入了战斗，很快就把吃瓜群众吸引了过来。郑默这下便不乐意了，拿着外套就直接给朵朵披上。谁让你脱？他都脱了，他管不着，你只能脱给我看。这么霸道，才知道。当天晚上，思思直接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，她把自己跟郑默的艳照给朵朵看。朵朵见状很是生气，接下来他们将发生什么呢？我们下集继续。朵朵，你听好了，我郑默可以为你放弃一切，身份、地位、财富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什么都可以为你放弃，除了你。这个太子爷的深情直接让夏朵朵感动不已，她也决定鼓起勇气继续追随他。于是她约田思思出来，告诉她自己跟郑默复合了，让她直接放弃。当她正要离开时，心机女直接拿出了一张照片出来，上面竟然是她和郑默的暧昧照，这也让夏朵朵感到非常震惊。这张照片是假的，我弄了合成软件，刚合成的。到底想干什么啊？
而他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过分，他当着夏朵朵的面，直接把这假照片发到公司的公共邮箱 PMS 华东区的公共邮箱。明天一早，整栋大楼都会看到这张照片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次日一早，整个公司都在议论着，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了田思思，说她不顾一切手段傍上太子爷。作为公司副部长的王守贤，直接上来就是一顿良心指责，然后说自己已经通知各部门把照片删除。此时的郑默根本就浑然不知，因为没看到照片，被王守贤直接说得一头雾水。你真不知道啊，哥们儿，你现在已经是暧昧门的男主角了，公司上下都传遍了。郑默看过照片后，第一时间就把夏朵朵叫了进来。他告诉朵朵这照片是假的，自己跟田思思根本就没有拍过这照片。其实你可以瞒住啊，为什么让我看见？我不想再骗你任何事儿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问心无愧。我信。不是吧？这你就相信了？没事了，删了吧。其实夏朵朵一直坚信郑默的为人，况且昨晚思思也已经说过了照片是假的。朵朵因为气不过，便再次找到思思，说整个公司都在议论她和郑默，而思思却说自己早就算到了，而她还有真正的目的。我昨晚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为了让你明白，你不可能和郑默在一起。他知道以夏朵朵的性格，根本就承受不了这些绯闻，只有自己才有这勇气面对一切，接受所有的明枪暗箭，并告诉夏朵朵当太子妃可没那么容易。他劝夏朵朵不要和自己争了。这就是要选择跟郑默在一起必须付出的代价，成为所有人的话题中心。这种议论和嘲笑不会有终止。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都被耿子航的助理全部听到。随后郑默便看到自己桌子上出现了纸条，上面直接写着情感赌局，而且自己接到一个陌生号码。朵朵看到号码后很是惊讶，因为这事情只有自己跟思思在打赌，她以为是思思把秘密泄露出去的，随即便找到思思对质。而郑默也再次收到陌生人短信，正当他们也搞不清是谁泄露了，一脸茫然的时候，在外面的郑默终于忍不住的进去。就因为我是 PMS 太子爷，然后你们谁能控制我，谁就能证明自己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郑默。你还想着骗我？你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亲爱的，你赢了这回，你彻底的赢了。这时的郑默才意识到，原来自己一直用心呵护的夏朵朵，竟然拿自己来当赌注，而自己就是一直蒙在鼓里的傻瓜。我们结束。接下来三人的感情又该何去何从呢？我们下集接着说。这个男人失恋之后，每天都是借酒消愁，这天更是在下雨天喝得烂醉。夏朵朵也是每天都在寻找这个男人，看到躺在路边的郑默便直接扶起来，一路上跌跌撞撞的把他背回去。这时他的手机也是直接摔坏了，捡起手机又再次把他背回家。好冷啊！夏朵朵把能取暖的都盖上去，可还是无济于事。此时的郑默全身都在发抖，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夏朵朵无比的心疼。此时的他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，于是脱去短袖把郑默搂在怀里。别让自己在谎言中煎熬，不要了，统统不要了，我假装不。后面的剧情很多人都不爱看，我就直接跳过。次日一早，郑默一觉醒来，状态好多了。看到夏朵朵时，自己先是吓了一跳，然后才发现昨晚发生的并不是梦。就在这时，郑默的母亲打来电话，让他立刻过去机场。他随即转给朵朵留了张纸条，亲吻了她额头，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。我订了你和我一起回英国的机票。现在？我这次来就是带你跟我一起回英国的。好不容易才和朵朵复合，此时的郑默自然不愿意离开，可母亲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他不得不走。你爸爸病危，现在住在重症监护室。如果你想见你父亲最后一面的话，就马上跟我回去。郑默本想带着朵朵一起离开，可是朵朵的手机昨晚摔坏了，根本打不通。看过父亲后，郑默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现在整个公司内忧外患，他必须留下来帮母亲掌控全局。父亲病危的事情也绝不能透露出去。妈，我想跟朵朵报个平安，她现在肯定特别担心我。不行，现在绝对不行。另一边的夏朵朵醒来后不见郑默，于是一直在家里等待郑默的消息，从白天等到黑夜，从期待等到绝望，从满脸幸福等到满眼泪水。失踪几个月的郑默终于回国，他从母亲口中得知耿子航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为了拯救 PMS 集团，
他们必须兄弟联手才能有胜算的把握。终于通过郑墨不懈的说服之下，兄弟联手清除了所有的障碍，于是召开了董事会。现在我宣布，其实郑墨的目的并不是掌控 PMS 集团，而是一直陪伴的夏朵朵。在好友帮助下，郑墨手捧鲜花找到朵朵，只可惜帅不过3秒，宫城突然袭击，把郑墨狠狠揍了一顿。打了我2次，我现在觉得不值了，我全还给你。郑墨和宫城解释半天，宫城根本不听，直接不讲武德，把鲜花踢在了地上。你大爷的！你毁了我的完美的计划！我有什么计划？看到朵朵出现，两人立马停止。郑墨赶紧把弄乱的鲜花捡起来。朵朵，嫁给我，嫁给我吧，朵朵，嫁给我。老婆，朵朵，嫁给我。婚戒我会补上，所有的仪式我都能补上，答应我。郑墨一把拽住了朵朵，告诉她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，只是想在她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并解释当时失踪的原因。当时却是迫不得已，如今自己回来就是想带走朵朵，去过他们想要的生活。你说你这20多岁的大小伙，现在就不工作了，一点不奋斗了，一点不求上进了，一点理想都没有了吗？你这辈子就打算这样虚度光阴吗？多少年以后，等你80岁、90岁、100岁。甚至更老的时候，你的孩子们问你，我们的孩子们问你，爸爸。宫城听后也安静退场。这对从冤家到恋人，从相互嫌弃到相濡以沫，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。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们下部剧见。